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第132期的真朋友杂谈节目啊。我们这是一档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新闻真假、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那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啊，一刀会，每月1美元更多有价值的这个付费视频啊，基本上也是每天更新的。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啊，兰花已经开了5朵了，现在是5朵金花呀。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条啊，我们的真朋友 APP 啊 ，Very Real App 那个投稿和这个事实查证，香港法庭正式宣判，宗馥莉完蛋了啊！这个其实我们节目啊，最近5、6期啊，都已经在反复的预测这个结果，看起来我们的资料和预测都是非常准确啊。这里要说声抱歉啊，昨天的视频呢，主要是通过标题和章节还提示大家即将宣判啊，毕竟当时这个播出的时候都没有实际的这个宣判，所以我们也没有实际讲到啊。那因为不管怎么说啊，现在这个靴子已经落地了啊，那我们来正式的详细解读一下过去24小时啊，截止到这个8月1号，宗家宫斗终于触发了第一个硬的拐点。香港高院的这个5分钟聆讯啊，这个暗号 HCA 啊什么什么2024啊，那么这个8月1号这个下午4点，那他已经确认了被告也就是宗馥莉和这个建浩 Ventures Limited 没有在限期内披露108.5万美元的流水。那将原这个禁制令是临时禁制令啊，升级为 Interim Mareva 啊，这个冻结令，禁止宗馥莉以及这个建浩 Ventures Limited 处置、转移或降低汇丰账户内约17.99亿美元的资产啊，这个余额也被公布了。那么勒令2被告呢14日内递交该账户自2024年1月1号起的全部对账单、授权链及资金的去向，且宣示其真实性。如果逾期不交呢，将会启动藐视法庭啊 （Contempt of Court） 的程序，那可以罚款，并且限制被告在香港出任董事资格。那诉讼费用呢，暂时是由被告预付的，待杭州案有结果以后呢，再另行清算啊。这个包括这个新浪财经啊，然后东方财富啊等等都有报道啊。那么香港账户的这个中长期锁死呢，是目前立即产生的一个效力。此外呢，宗馥莉如果要动用境外的美元，那就必须另行向法院申请，需要提前告知啊，要知会原告。那三兄妹掌握了硬裁定，在杭州 DNA 鉴定以及国资的谈判中，筹码显著增强了啊。之前有好多其他的博主啊，他都是觉得宗馥莉一定会赢啊什么的，我们都是根据这个事实啊加以了反驳。那为什么这个法官会这一次进行加锁呢？那么我们核心的判断是被告违反了披露令啊。那么裁判的理由我们来摘录一下：被告在7月25日届满之时，未向本院归档所要求之完整银行对账及授权文件，亦未获本院批准之延期或密封令。那存在资产外流的风险是另外一个因素。对账单显示啊，对账单显示，那2024年5月31号曾经有108.51万美元款项被转出。那法官认定呢，足以证明被告有处置资金之意图。好，那么冻结对杭州诉讼也是有必要的啊。那法庭也认为，杭州案已于7月8日被浙江省高等人民法院啊，那么这个确认受理了。如果不冻结，内地的判决届时也可能无法执行。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14天的倒计时，8月15号，如果这个香港时间啊，这个下午4点之前啊，那被告呢是有义务来提交2024年1月1号至今的对账单的。如果这个而且他要列明资金去向啊，这个转账的授权链，那么在这个誓章中，就宣誓的章程当中呢，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呢，那法院可以第一签发藐视令啊，罚款或者监禁这个责任人。你说他可能甚至会有刑事风险啊。那扩大冻结至香港不动产证券户啊，我们之前也预测过，那对他的这个在香港任董事身份呢，会做出限制。好，我们接下来分析这个判决对于杭州、对于国资、对于员工3股力量的即时影响是什么？好，那么首先这个杭州的 DNA 鉴定啊，日程还是不变的。那三兄妹呢手握了一个 Mareva 裁定啊，也就是长期冻结这个香港的这个信托所谓财产。那么在杭州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财产保全呢，可以防止宗馥莉转移境内的股权啊，这是因香港裁定而产生的一个连锁效应。同时，对于国资专班来说呢，上城区的财政局，杭州上城区的财政局，下午口头答复媒体啊，要高度关注香港的裁定啊。那同时呢，必要时将要求公司管理层解释对员工补偿以及供应链资金的安排。
国资的话语权仍然在上升。那么工厂关停和职工补偿方面呢，员工维权群开始转发裁定的截图啊，讨论海外美元被冻结，公司会不会这个拖欠补偿。那未曾出现新的停产，但是情绪也再度升温了。那接下来看我们还有哪一些硬盲盒可以打开呢？那14天内啊，这个被告能否完整的递交流水与授权链呢？我们现在其实持一个悲观的预计啊，因为前面给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动作。然后呢，杭州市中级法院的 DNA 的结果啊，9月上旬，亲子关系一旦落定呢，那股权继承加上必要份额的谈判会立即升温。国资呢表示他们是有特别表决权的，如果国资认定内部人控制或者是资金链的风险加剧，可能首次动用46%股权的否决权。好，我们来一句话点评一下啊，这个香港高院呢，今天把临时禁令升级到 Interim Mareva 这个马雷瓦禁令。那么宗馥莉的18亿美元境外资金确定被锁了，14天内他如果不交出流水，就要面临藐视法庭的惩罚。那这是宗家内斗开战以来三兄妹拿到的，就是这个私生子三兄妹私生子女拿到的第一张硬的法锤，直接削弱了宗馥莉的海外现金流，也让杭州的 DNA 案和这个国资谈判的天平向这个原告这一侧倾斜啊。那接下来呢，所有的目光都会盯着他到底交不交账交的有多全交了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那不交呢，其实就会更快的朝高额和解加上董事席位让渡那个方向收拢。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是其中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网络流传的这个包括有很多大 V 也在转发宗庆后这个临终前23天立下了2份遗嘱吗？我们来核查一下。首先呢，结论先行目前能够确认的遗嘱真正的只有2份而且他们的时间不是说什么去世之前23天或者相隔23天，而是相隔整整4年第一份遗嘱呢是2020年的遗嘱。他的立遗嘱日期是2020年4月18号，他的公证和见证人呢是浙江杭州滨江公证处，见证人2人均为娃哈哈的高管。那已公开的这个遗嘱要点是将宗庆后境内外全部资产，包含娃哈哈29.4%的股权，指定独女宗馥莉继承，排除了其他子女。这个复印件呢，随宗馥莉的这个答辩状已经进入了香港的卷宗了。然后呢，2024年的遗嘱2024年2月2号。这是距宗庆后2024年2月25号去世前的23天这个是只有1份遗嘱那么浙江东方公证处编号2024浙江这个杭州东方公证处东正字第1695号。那么它明确的是将娃哈哈29.4%的股权单独列出，明确了留给境内唯一子女宗馥莉，而对于这个海外的资金和离岸公司未做处分。但是呢，现在又有不同的说法说这个香港判决公开了信息，说当时这个遗嘱里面其实对于这个境外的这个离岸的这个所谓的信托资金包括给这3名这个非婚生子女这个21亿这个事情是做了明确的遗嘱的，但是这个事情没有看到实际的证据虽然很多的大 V 在转发，但是我们也只能暂时把它列为未查证那财新网披露了公证书的全文，已经递交给杭州中级人民法院。那么临终前23天2份遗嘱这一说法呢，是把2020年和2024年2份文件呢混成了同月的双遗嘱。目前呢，在任何公证处存档、法院卷宗或者主流媒体的披露中呢，都没有出现2024年2月份连续2份遗嘱签出了第3份文书的这么一个表示没有可信的证据。那2个遗嘱的关键差别在哪里？我们来对比一下从覆盖范围的维度，2020年呢是本人生前及死后所拥有之全部境内外资产，其实这个间接的涉及到了这21亿信托那么2024年版呢，只列出了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未提离岸公司信托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说法说什么当时宗馥莉以绝食相逼就是网上有很多留言，但是还没有实质的证据然后呢，见证人的背景呢，2020年版均为娃哈哈的副总级别的这个高管容易被质疑独立性，而2024年版呢，采用了东方公证处的公证员加1名退休的公职人员，它的这个可信度其实更高那2020年的时候呢，订立环节是宗庆后身体尚可，仍在主持运营，而实际上这个最后这个离世23天前的遗嘱是住院期间，但是他是在重症病房外的那么宗馥莉与公证员进入了病房并且在20分钟内完成了。所以争议的焦点呢，就是前一份遗嘱它有高管见证可能会有利益相关而后一个这个遗嘱呢，最重要的疑问就是宗庆后当时处于病重状态，
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境内唯一子女的措辞是否会排除外籍的子女啊，因为他也并没有否认这个外籍子女，所以呢。三兄妹呢，这个私生三兄妹啊，要推翻遗嘱，必须要抓住的瑕疵点有哪一些呢？首先是意思表示的瑕疵啊，就是如果他是病危状态，结合医院的记录啊，使用了鼻氧啊等等，那如果能证明当时的意识并不完全清醒，可以主张遗嘱无效啊。那么见证人的利益冲突啊，2020年版的见证人是公司高管，这个已经拿到原件，比较容易证实，但是要让法院否定整个遗嘱呢，尚需要更多的证据，而遗嘱未处理必要的份额。中国的这个法律呢，没有强制份额，但是对于这个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可以保留。那三兄妹均成年，有美籍的工作啊，其实这个也很难。然后呢，多份遗嘱的冲突规则，那中国的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后立遗嘱优先。那两份遗嘱呢，但是有个问题，它并不是内容完全互相矛盾的，都把股权给了宗馥莉，只是重点呢有资产写法的不同。三兄妹主张的是后遗嘱仅限股权即可。啊，那这个三兄妹如果这么主张啊，他说那后面那份遗嘱只分了股权，那他就有余地了。那如果真的还存在第三份2024年的遗嘱，该如何落地呢？那如何能查证这个遗嘱的存在呢？首先，它有没有这个中国这个公证机关的备案号，对吧？浙江的公证文书按年度按序号是可以核查的。然后呢，第二个月内呢，如果有第二份啊，当年2月有第二份，那同一公证处必有另一流水记录。第二呢，就是见证人与拍照录像啊，浙江公证流程要求同步录像，任何变更都会留下影像。然后呢，法院的卷宗披露啊，三兄妹如果掌握了第三份文书呢，那一定会在杭州中院提交。目前呢，这个卷宗呢还没有见到，所以迄今啊，就是到8月1号截止呢，这3个硬件全部缺席，所以23天两遗嘱说，基本可以视作以时间巧合制作的谍影八卦啊。那么我们来看实务的后果，哪一份遗嘱更影响这个股权的大战呢？首先，两份目前来讲都是有效的啊，都写了股权归宗馥莉啊。境外资产呢，2020版也写到了也归宗馥莉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2020年那一份呢，由于这个见证人的问题，我觉得2020的那一份其实效力是存疑的。那三兄妹可以获得资产吗？他只能够进攻香港的信托啊，要求必要的份额的补偿，这是现行最可能的啊，因为毕竟信托了，它就不是这个人的资产，就不是宗信后的资产了，对吧？那如果2020版被推翻，仅留2024版呢？那29.4%的股权也是明确归属宗馥莉的，而境外资产呢，因为没有指定，所以可以进入法定继承来这个分割啊，那么可以分境外离岸公司的红啊，然后可以分红，然后呢还可以有信托收益，所以三兄妹律所呢主攻是这个方向。而两份全无效呢，那所有遗产都走法定继承，那最有利于三兄妹，但是需要同时推翻这两份遗嘱，难度非常高啊，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确证的资料呢只显示了两份遗嘱，2020年的全资产版。加上2024年的这个压轴啊股权版，那不存在同年同月双遗嘱的23天双份遗嘱的记录。然后诉讼的攻防焦点呢，推导2020年的全资产版，才能让境外的财富落入法定继承的池子，让三兄妹呢能够分到一杯羹。那推导2024年的股权版呢，可能性与收益反而是最低的，因为两份呢都把股权给了宗馥莉。所以下一步啊，这个9月份杭州的 DNA 结果一出，如果亲子关系确立，那三兄妹就能用境外资产未被2024遗嘱覆盖、2020遗嘱高管见证瑕疵等等这一组合拳去分这个离岸公司的收益，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啊！所以一句话总结，不要让23天两遗嘱混淆了视线，关键不是同月立了几份，而是哪份遗嘱把哪块资产写给了谁。那眼下两份呢，都把娃哈哈的股权写给了宗馥莉。三兄妹的重炮射程其实瞄准啊是那18亿美元的境外资金池啊，就是目标是21亿美金嘛，而不是这个集团董事会的那些椅子啊。好的啊，那我们关于宗馥莉呢就解读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回到美国哈，我们来看特朗普的最新的关税声明。他要求已经签了协议的欧盟、日本和韩国啊，包括这个欧盟要这个增加所谓15%的这个附加费。这是不是耍流氓啊？那以后跟美国签协议还有用吗？那下面呢，我们按照时间脉络啊，把这一份再加15%关税的声明拆解一下，并讨论它对协议可信度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首先，这个最新声明到底说了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美国股市又跌了啊。然后呢，这个白宫于7月31号发布的总统行政命令，进一步修改互惠关税啊，这是白宫网站上有。然后生效时间呢是8月7号的0点，为海关系统留出7天的更新时间。
那适用对象呢是欧盟、日本和韩国等92个主要贸易伙伴，清单列在命令的这个附表当中。那费率结构呢是对这三方大体就采取了15%的关税底线啊，它并没有说额外加15%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误读。那么货品的既有税率如果小于15%，会补足到15%，而既有税率大于等于15%的不再加征啊。其实相对来说没有4月1号那个我记得还是4月2号，反正是4月份那个核弹真是太恐怖了啊！这样目前还没有那么恐怖。那法律依据呢，就是 IEEPA 了啊，著名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啊，好像是301吧那个啊。然后呢，这个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啊，第604条加上行政命令啊，4月份那个14257行政命令。然后呢，这个要点呢是并非在原来15%的基础上再加15%啊，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啊，而是把15%正式写入了关税表，取代了4月行政令里面更高且浮动不定的惩罚性税率，当时威胁的是25%到30%。啊，但是对于大部分此前税率不足15%的商品来说呢，这确实等于是加码了。那和欧盟、日本、韩国几天前签的小协议是不是矛盾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啊。那欧盟这个7月27号宣布的这个 US-EU 的这个框架协议啊，同意15%的统一税率，以换取欧方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750亿美元的能源采购让步啊等等。啊，路透社还有英国卫报都有报道。那日本呢是这个7月22号这个框架协议已经把原本威胁的25%关税降至15%，而东京方面呢承诺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并放宽汽车、农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准入啊。好，那么韩国方面呢，7月30号谈成了15%加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加1000亿美元的这个能源采购的组合啊，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为什么还能继续再出行政令呢？因为这些啊都叫行政协议啊 ，executive agreements， 那不需要参议院的2/3的批准，法律位阶呢也低于正式的条约，总统可以用国家安全或者紧急经济权力单方面调整，只要通知对方就可以。那欧盟等也其实之前已经同意了15%的封顶，所以呢，白宫现在只不过是把双方呢口头或者备忘录里面的内容写进了海关的这个税则当中，啊，所以我们再讨论一下信赖问题啊。那协议呢，其实尚未完全走完这个国内的程序啊，美方需要再签后续的命令来确认投资与采购的细节。特朗普就先把这个关税的部分给落地了，容易给外界造成先收钱后谈条件的观感，引发了这个说变就变的质疑啊。那合法性和合规性方面啊，这个美国的国内法和 WTO 其实产生了冲突啊。这个美国的国内层面呢，这个 IEEPA 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啊，刚才记得没错啊，301。那么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调整关税的广泛裁量权，国会可以在30天内通过联合决议来终止，但是目前两院未能形成2/3的反对多数啊，因为毕竟现在国会也是共和党控制。那么国际法方面 ，WTO 方面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那美方的工业制成品在世贸的平均绑定税率大约是3.4%，把大部分商品提到15%，超出了绑定的上限，理论上呢违反了这个 GATT 1994第2条减让关税的这个条款。那白宫呢继续援引这个 GATT 这个就是应该是21条啊 XSI， 那么国家安全例外抗辩啊，但这一条款呢在2019年乌克兰的这个钢铝案之中呢已经被 WTO 的专家组严格缩限，所以如果欧盟或者日本、韩国去起诉呢，可能再次会引发争端啊，这是美联社的报道。好，那么经济影响速览，我们看啊，对本国 GDP 呢它有一个一次性的冲击。然后呢，这个美联社啊引导这个 Capital Economics 它的这个估算呢，欧盟大约会减0.5%的 GDP， 日本大约是减0.3%啊，这是日经研究院的数字，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对韩国是减0.4%啊，那美国呢 CPI 年利率会加0.2个这个 PPT， 那么这个制造业产出呢加0.1个 PPT 啊，这是 CPO 啊，这应该是这个国会的这个预算委员会的静态测算。好，那么易受影响的行业呢？欧盟主要是汽车、药品和半导体啊，日本呢是汽车整车、钢铁零部件啊，以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啊。然后韩国呢是这个汽车、船舶啊，韩国现在是造船的大户啊，还有锂电池。然后呢，对于美国主要的影响呢，其实来自于零售业啊、这个建筑业以及这个农业机械啊等等这方面。好，那么中长期的变量其实还很多啊。如果这个欧洲、日本、韩国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对面投资，可以部分对冲出口的受损，但是增加的进口成本呢，会先体现在美方的通胀与这个相关企业的利润当中啊。好，那么政治与战略考量，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特朗普啊做这个举动啊，他其实有一个
选举的动机啊，这个 Rust Belt 就是这铁锈带这些州啊，这其实是美国这个靠近五大湖那一带啊，这个铁锈带。那么 Rust Belt 这个州呢，对对等关税的呼声非常高啊，那凭借这个 IEEPA 可以迅速落地啊，那么在中期选举里面呢，造成兑现竞选承诺啊这么一个效果。好，那么收保护费式的这种谈判模型啊，这个其实特朗普已经用过很多次了。他那个书什么这个Art of the Deal， 对吧？这个交易的艺术，其实已经把这个讲得非常的露骨了啊。那么白宫呢，把关税呢当做了杠杆，要求盟友以投资、能源采购、军购啊、军事购买来买下折扣。这与2018到2020年这个关税换农产品订单啊这个对华的策略呢是如出一辙。好，那么同盟国呢，这个信任受损啊，这个各国多由行政层面被迫签字，各国的这个国内舆论普遍不满。法国财长公开将协议比作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啊，英国卫报。那么未来呢，在数字税啊、半导体出口管制啊、5G 标准等议题，欧盟可能会加速这个战略自主啊，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以后签协议还有什么用？跟美国签协议还有用吗？对吧？这个反问呢有3点现实。第一呢，协议的形式不同，约束力也不同啊。如果是条约 （treaty）。啊，那需要获得参议院的这个2/3通过，后续总统难以单方面撕毁。但是呢，行政协议呢，只要求总统换届或者政策变动即可调整。盟友如果想锁定条款啊，需要争取啊，让协议上升为国会批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至少写入双方国的国内立法啊。那么多边的框架其实仍然具有约束作用啊。WTO 的这个争端解决啊，虽然慢。但是呢，终究提供了裁决与报复的授权。美国如果持续触碰这个绑定税率，那欧盟可以在3年以后合法征收对等的这个报复关税啊。我们再来看将军与被将军啊，特朗普的策略呢是把对方置于立刻承压的境地，关税马上生效，供应链马上动荡。他迫使其使用这个投资采购做交换，但是如果双方在谈判初期啊，就提供可验证的反制方案啊，比如说立即对美关键出口产品增加对等的关税，或者在安全领域暂缓合作，可以削弱这种边打边谈的战术效果。好，我们来看可能的后续情景啊。那第一条呢，WTO 的诉讼，对吧？加上报复清单，那欧盟、美国、日本欧盟、日本、韩国，那在2025年这个第4季度前呢是可以提案的，而2027之后呢，前后呢 WTO 就会裁决了啊，这个允许报复性关税或者不允许，大概率会允许啊，因为它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则，刚才已经介绍过。那么或者呢，被美国以上诉机构瘫痪为由，这个拖延啊，这个美国就是这个不爽啊，它就是不动。然后国会是否就这个 IEEPA 紧急状态来进行推翻呢？那两院需要2/3多数啊，可能性非常低啊。那行政令可能失效，回到基准税率。但是现在呢，反对的人是不到2/3。然后呢，重新谈判啊，美方2026大选的结果啊，以及这个，因为2026应该是会有一个这个中期选举啊。那宏观经济如果继续恶化，也是一个因素。那可能会降低至10%，或者是分行业来做配额。那供应链重组啊，关税可能会长期化。这个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扩大在墨西哥、越南、东盟的投资啊，以绕开美国的这个口岸直购。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从法律技术上看啊，特朗普确实在玩在规则的边缘啊，而不是纯粹的这个撕毁协议。法律上讲，它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呢，从国际信义上看，这种先签后加码、随时再修订的做法，确实严重削弱了美国承诺的可预期性。那么对企业而言，风控前置啊，加上产地多元成了新常态；而对于政府而言呢，把关键条款写进硬法，就是条约，就 treaty 里面，是降低这个行政令冲击的最可靠的手段。问题本质上呢，其实是契约的可信度问题啊。只要合约维系在行政层面，不受到多边或者国会的强制约束，耍流氓的空间就一直存在，除非对方有足够的对等筹码，让撕毁的成本大于守约的痛啊。好的，那我们这一条就关注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个7月31号，在苏州又发生了一起日本母女遇袭案。这个网络在流传啊，日本企业商会计划撤出中国的说法，案件与谣言交织，引发了在华日侨安全、外资预期与中日关系的多重的震荡。好，我们来仔细回顾一下啊。首先呢，这个时间与地点，7月31号晚上呢，苏州地铁某出口附近，一名日本女子与其幼女。那遭到不明人士以石块袭击，母亲的头部受伤，暂无生命危险，嫌疑人逃逸，警方仍然在追击当中啊。那外交层面呢，日本驻华使馆已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交涉，并提醒在华的这个日本侨民提高警惕啊。那么历史背景，这是继2024年6月这个苏州校车持刀这个劫持案啊，导致一名中国女护工殉职之后，13个月内第2起针对日本母子的严重的暴力事件啊。那么
这个频发的针对日侨的暴力，我们来看社会心理层面啊，研究政治心理与群体暴力，这个赵国军2022年这本书啊指出，在经济放缓与民族叙事强化并行的时候，少数极端个体更易将外部的群体当作情绪的替罪羊。正好啊，这个最近啊，这个中国也是上映了，这应该叫南京照相馆啊，这个什么小孩子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把什么日本漫画卡片撕碎啊，等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流传啊。那舆论的放大啊，2024年事件之后呢，中国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大量煽动性的贴文，随后呢，当局以网络暴力煽动民族仇恨为由，删除了数百条的内容。那治安的空窗啊，这个日经亚洲有报道，两起案件都发生在通勤高峰的公共交通的节点。日经中文网的评论是说，警务巡逻覆盖存在统计盲区，应该优先加强外籍人士聚集区与学校周边这个防护。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谣言与真相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商会撤出风波，这个流言的源头呢是7月31号多条社交账号援引所谓的内部通知，称日本企业商会将在3个季度内整体撤出，未见任何文件或主流媒体的报道。那官方与商会的数据呢？中国日本商会6月份发布的2025白皮书显示，只有1.4%的会员企业考虑未来2年转移或退出中国市场，反而有86%的是计划维持或扩大投资啊。这个是我们讲，就是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带风向啊，我们还是要看事实是什么。那日经的调查呢，2月份的数据显示，58%在华日企拟保持或增加投资，没有整体撤离的这个提法啊。那我们辟谣的逻辑就是说，整体撤离与现有的统计是严重矛盾，也不符合这个商会章程中对撤出程序需要会员大会决定的这个规定啊。参见这个就是在华外国商会管理条例啊，2017版。那我们来看这个深层的动因啊，就是安全方面、经济方面以及信任的赤子。首先是安全感的稀缺啊，风险管理，跨国企业在中国啊，这是渡边宏志2023年的书指出，企业安全支出啊，通常是低于营收的0.5%的。那面对低概率、高冲击的暴力风险，需要建立人身安全供应链的双重应急机制，双重的应急机制。那么经济脱钩的叙事啊，美国高关税、日本国内有案外包的政策叠加，使撤出谣言更容易获得情绪的共鸣。而认知战的视角呢，美国之音有分析啊，说这个仇日言论与外资撤离的谣言往往在同一社交账号集群传播，那背后呢存在着情绪养号啊、煽动议题、商业变现的流水线。那可能的走向与各方的选项啊，中国政府在这个公安机关常态化巡防工作规范的基础上，要增设外籍聚集区啊，这个容易受到袭击的地方的重点巡逻，因为中国官方的态度还是保护嘛。那对于煽动民族仇恨言论，实施这个即时下架加追溯源头这个双轨执法。而日本企业与商会呢，将现有14天离境的这个应急预案升级为72小时人员数据核心零件3线同步转移的这个方案。那推动会员企业统一采购保险与安保服务。那双边机制方面啊，这个启动停摆已久的这个中日领事对话以及这个次长级会议。那议题呢，聚焦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与准入的这个透明度。所以呢，我们总结啊，就是说这个事儿应该讲，恰好它就发生在南京照相馆啊，这个又是一部这个当然是反思历史啊，但是也是容易引起仇日情绪的这么一个影片上映的档口啊，就又发生了这个无辜的日本人被袭击的事件，而且袭击了一对母女啊，就是弱势群体，这也是非常让人不齿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啊，根源上我觉得和当年这个义和团的那个情绪是很像的。是什么背景呢？就是一旦这个国家开始经济陷入这个衰退，对吧？那现在也是告别了最近10几年这个高速增长的阶段。那么特别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他们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情绪会移情啊，会转移。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发泄对吧？他去反对政府，马上就被抓了。于是呢，政府就给他通过信息洗脑，就发现了一个出口，就是日本人。对吧？日本人当年对中国怎么样？其实很多的历史事实，对吧？你对比一下日本的档案，就会清楚历史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对情绪的煽动啊，其实呢也未尝不是，对吧？这是现在2杯水的治下，对吧？我们这3杯水我们就不怕啊，讨论一下，这2杯水治下呀，他其实一直坚持不懈的让这些社会的中底层的这个民众啊，进入这种仇恨外国，特别是仇恨日本人的这个情绪啊，因为仇日。毕竟当年这美国还是这个帮助过中国嘛，这个抗日战争嘛。但是呢，日本就容易啊，日本侵略过中国，对吧？这个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会利用和放大这一点。但是呢，这个副作用就是，那他们就真的会找人去发泄，对吧？这一发泄可就不得了了。
好，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就不会错过每一天的节目。每一天东八区中午12点，日本、韩国下午1点啊，然后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我们录制的地方，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冬令时呢是晚上8点。然后美国东部和欧洲的朋友可以每天早上再起来看啊！欢迎大家这个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安卓的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那我们的 APP 提供完全匿名注册，不关联手机号、邮箱等任何信息啊，甚至会随机给你分配头像啊。言论自由啊，欢迎大家在这个近2万人的大群顶部的 DAO 啊参与这个节目的讨论，在真友圈啊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这个事实查证的功能啊，可以点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